各位朋友，大家早安、午安或是晚安，这取决于此时此刻你身处的那个只能向前流动的时间节点上的哪一刻。我想请大家先在脑海里构建一个画面，这或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的那种让人心跳漏了一拍的瞬间。想象一下，这是一个惬意的周末清晨，你坐在淡水的河岸咖啡馆，或者就在自家那张熟悉的木质餐桌旁，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慵懒地洒在桌面上，空气里弥漫着刚刚冲好的高山乌龙茶的清香。你伸手去拿那个你最心爱的，或许是在莺歌老街精心挑选的手作陶瓷杯，杯壁温热，手感温润。然而就在那一瞬间，或许是手滑，或许是手肘不小心碰到，这个杯子脱离了你的掌控，在重力的无情牵引下划出一条绝望的弧线，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地板上。这里是意识觉醒，记得按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影片。啪的一声脆响，划破了清晨的宁静。那一刻，你的心是不是也跟着碎了？你看着地板上那满地的碎片，滚烫的茶水四处流淌，冒着白气。原本精致的艺术品瞬间变成了一堆无法挽回的废墟。这种场景我们从小到大见过无数次，我们称之为意外，称之为破坏，称之为覆水难收。但是请大家暂停这一秒的懊恼，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的眼睛是一台高精度的摄影机，如果你能把你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录下来，然后按下倒带键，你会看到什么？你会看到地板上的茶水违背重力，像有生命一样自动聚拢，钻回碎片之间。那些散落在角落的陶瓷碎片仿佛听到了某种集结号，自动弹跳起来，在空中严丝合缝地重新咬合，连一丝裂纹都不留。最后一个完好无损的杯子稳稳地跳回你的桌面，甚至连那一缕热气都重新回到了杯中。这听起来是不是像哈利波特里的魔法，或者像是诺兰的电影信条里的场景？你会觉得这一幕极其荒谬，甚至让人感到生理上的不适与违和。为什么？因为你的直觉，你的经验，你在这个宇宙中生存了几十年的本能都在尖叫，这不可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杯子碎了就是碎了，并没有破镜重圆这回事。除非是在文学修辞里，这种直觉是如此强大，以至于如果有人给你看这段倒放的影片，你会立刻断定这是假的，是特效。但这背后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自然界允许杯子从桌上掉下来摔碎，却严厉禁止碎片自动跳回桌上复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终极谜题——时间之箭。这不仅仅是关于一个碎杯子的故事，这关乎着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本质、你我记忆的形成，以及这个世界最终的悲壮命运。为了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必须请出物理学中那个最令人绝望却又最迷人的概念——熵。如果我们要用一个最通俗的词来形容熵，那就是混乱度。19世纪的奥地利物理学家路德维希·波尔兹曼，那个被誉为热力学奠基人的天才，他用一生的精力，甚至以生命的代价，为我们揭示了这个残酷的真理。波尔兹曼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倾向于从有序走向无序，这不仅是杯子的命运，也是宇宙的宿命。想象一下你的房间，如果你1个月不整理，它会变成什么样？衣服会堆在椅子上，书本会散落在床上，灰尘会覆盖在桌面上。房间变乱是不需要你付出任何努力的，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是如果你想让房间变整洁，把衣服叠好，把书归位，擦去灰尘，你需要做什么？你需要消耗能量，你需要流汗，你需要花时间。这就在告诉你，无序是自然的常态，而有序是需要代价的稀缺品。在物理学中，我们把这种衡量混乱程度的量称为熵。热力学第2定律，这条被爱因斯坦称为宇宙第1定律的铁律，冷酷地宣判，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熵混乱度只会增加，永远不会自发减少。那个掉在地上的杯子原本是一个高度有序的结构，它的每一个原子都排列在特定的位置上，构成了精美的形状。当它摔碎时，它变成了一堆无序的碎片。原本集中在杯子里的能量变成了声波、热能，散逸到了周围的空气中，
这是一个从低熵有序向高熵无序演化的过程。如果要让碎片自动复原，意味着要让这个系统自发地从高熵回到低熵，这在热力学上是被严格禁止的。这就像你把一滴墨水滴进一杯清水里，墨水会迅速扩散，直到整杯水都变成淡淡的黑色。你从来没见过这杯黑水放着放着，墨水自动聚拢回那一滴，而水重新变清澈。覆水难收，破镜难圆。这不仅仅是成语，这是宇宙运行的底层代码。正是因为这个熵增的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才有了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如果宇宙中的一切过程都是可逆的，如果杯子碎了能复原，人老了能返老还童，那么时间就没有了方向，过去和未来将变得模糊不清。正是因为熵不可阻挡地增加，时间才像一支离弦之箭，永远指向熵更多、更混乱的未来。我们之所以能感觉到时间在流逝，本质上是因为我们在目睹这个世界一点点变得更混乱。但是，这里有一个非常诡异的矛盾，也是困扰了物理学家很久的难题。我们刚才说的热力学定律是宏观世界的规律，可是如果我们把镜头拉近，拉到极致，进入微观世界，看看那些构成杯子、空气、地板的原子和分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想象一下，你是一个只有原子大小的观察者，你看着两个气体分子在空气中相撞，它们飞过来，砰的一声撞在一起，然后弹开。如果你把这个碰撞的过程录下来，然后倒着播放，你会发现什么？你会发现倒放的画面完全符合物理定律、牛顿运动定律、量子力学方程，在时间方向上都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在微观粒子的世界里，并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区别，时间是可以随意倒流的。这简直是让人抓狂的悖论。微观粒子根本不在乎时间的方向，为什么由无数微观粒子组成的宏观世界，比如那个杯子，却表现出了如此强烈的不可逆的时间方向性？这就像是一群完全没有纪律、可以随意乱跑的士兵，怎么组成了这一支只能整齐划一向前进军的军队？答案在于概率，或者说是统计学的大数法则。这正是波尔兹曼当年的伟大洞见。让我们再回到那个莺歌陶瓷杯，当它碎成一地碎片时，其实理论上存在那么一种极微小的可能性，周围空气分子的撞击力道、方向恰好完美配合，把热量重新压回碎片，把碎片重新推回桌上。物理定律并没有绝对禁止这件事发生，但是这种恰好的概率有多小呢？这就好比你买了一副全新的扑克牌，按顺序排列的整整齐齐，你开始洗牌，洗一次乱了一点，洗2次更乱了。如果你不停地洗下去，这副牌会变得越来越乱。理论上，如果你洗得足够久，有没有可能在某一次洗牌后，突然所有的牌又奇迹般地变回了最初的顺序？理论上是有的，但是这个概率小到你即使从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洗牌，洗到现在，甚至洗到宇宙毁灭，那个瞬间可能都不会出现。宏观物体包含的粒子数量是天文数字，一杯水里有数以亿亿计的水分子，要让这所有的分子同时协同作案，逆向运动，实现破镜重圆，其概率虽然不是绝对的0，但在实际操作中就是0。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宏观世界只能看到熵增，只能看到时间向前。时间之箭本质上是一个统计学的必然结果，事情总是倾向于向可能性最高的状态发展，而混乱永远比有序的可能性多得多。说到这里，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如果说熵增决定了时间的方向，那么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逻辑前提，要让熵不断增加，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最初的最初，系统的熵必须非常低。这就好比你要滑滑梯，前提是你必须先爬到高处，如果你一开始就在平地上，你就滑不下去。如果宇宙的时间是一支射出去的箭，那么必然有一张拉满的弓在背后发力，这个弓就是我们宇宙的起源——大爆炸。现代宇宙学告诉我们，大约138亿年前，我们的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那个时刻是宇宙熵值的最低点。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状态。你可能会想，大爆炸不是应该很混乱吗？
又热又炸裂。但在引力系统中，均匀分布的气体其实是熵很低的状态，这与我们直觉稍有不同。因为在引力作用下，物质聚集成团块，成黑洞才是高熵状态。当时的宇宙虽然炽热，但物质分布的极度均匀，就像一张铺得平平整整的白纸，没有星系，没有黑洞，没有复杂的结构。这就是那个低熵的起点，是上帝。如果我们用这个隐喻的话，为宇宙上的发条，正是因为宇宙起步于这样一个极度有序、极度不自然的状态，随后的138亿年里，宇宙才有资格开始它的堕落之旅，开始它漫长的熵增过程。物质开始在引力作用下聚集，形成了恒星。恒星燃烧，释放光和热，增加环境的熵。在这个过程中，恒星内部合成了重元素，这些元素后来构成了行星，构成了生命，构成了你和我。大家有没有想过，生命的出现是不是违反了熵增定律？你看，我们人体是多么精密有序的结构啊！从受精卵到一个复杂的成人，这难道不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吗？这难道不是熵减吗？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著名的物理学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这本书里说过一句名言：生命以负熵为食。是的，我们在局部确实实现了熵减，我们让自己变得有序，建立了文明，建造了像台积电那样精密到奈米级别的晶圆厂，这些都是极度有序的奇迹。但是这一切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我们必须不断地向环境释放更多的热量，制造更多的混乱。想想你为了维持生命的有序，每天要吃多少食物？这些食物原本也是有序的有机物，被你消化分解，变成了无序的废料和热量，排向大自然。我们在局部建立秩序，却在整体上加速了宇宙的混乱。从这个角度看，生命和文明其实是宇宙为了更高效地通过熵增来释放能量而进化出的催化剂。我们是宇宙这趟燃烧列车上最疯狂的乘客。我们在短暂的生命里，通过消耗能量，在时间的长河中逆流而上，激起了一朵朵绚丽的浪花。但最终，河流依然不可阻挡地奔向大海。这支时间之箭不仅统治着物质世界，也深刻地塑造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的记忆。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们只能记得过去，却不能记得未来？既然物理定律在微观上是时间对称的，为什么我们的大脑不能像读取硬盘一样读取未来的信息？这也与熵有关。记忆的形成本质上是一个刻录的过程，不管是在大脑的神经元里建立连接，还是在纸上写下字迹，或者是在电脑硬盘里写入数据，这都是一个把信息有序化的过程。要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建立一个有序的记录，你就必须消耗能量，并向周围环境排放热量。每当你记住一件往事，你的大脑就在进行一次微小的热力学运作。这个过程产生的热量熵增总是大于你记忆本身带来的有序度熵减。这就像你要在沙滩上写字，你必须推开沙子，这个动作本身就改变了沙滩的状态。因为熵只能向未来增加，所以我们大脑的刻录机制只能沿着熵增的方向运作。未来的事情还没发生，熵还没增加到那个状态，我们的脑细胞就无法捕捉到那个状态的信息。我们被锁死在时间的单行道上，背对着未来，倒退着走向明天。我们要么看到已经发生的过去低熵状态留下的痕迹，要么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这就是所谓的心理学时间箭头，它和热力学时间箭头是完全同步的。如果你能记得未来，那意味着你的大脑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整个因果律都会崩溃。想象一下，如果你记得明天你会摔断腿，所以你今天决定不出门，那么明天摔断腿这个果怎么能导致今天不出门这个因呢？如果不出门，明天就不会摔断腿，那你记忆里的那个未来又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因果悖论是宇宙为了保护逻辑自洽而设下的防火墙，所以我们注定只能做时间的单向旅客，带着对过去的眷恋走向未知的迷雾。说到这里，我知道在座的很多朋友，尤其是科幻迷，肯定会想到那个终极问题：我们真的不能逆转时间吗？像是复仇者联盟里的量子领域，或者是哆啦 A 梦的时光机，真的只是幻想吗？
在广义相对论的框架下，爱因斯坦的方程其实并没有完全把时间旅行的大门焊死。理论上，如果你能制造出一个虫洞，连接时空两个不同点的隧道，或者你有一个无限长的旋转圆柱体，甚至利用黑洞边缘的极端引力，似乎有可能弯曲时空，形成一个闭合类时曲线，让你回到过去。但是，这仅仅是数学上的可能性。当你试图把这种数学模型变成工程现实时，你会撞上一堵名为祖父悖论的墙。如果你回到过去，杀死了你年轻时的祖父，那你父亲就不会出生，你也不会出生。那你又是怎么回到过去杀死祖父的呢？为了解决这个悖论，物理学家霍金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猜想，叫做时序保护猜想。他认为宇宙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机制，防止时间机器的诞生。每当你试图制造时间机器，量子真空涨落就会瞬间摧毁虫洞，或者产生巨大的能量反馈，炸毁机器。霍金甚至还搞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在剑桥大学举办了一场时间旅行者派对。他准备了香槟和美食，但他是在派对结束后的第2天才发出的请柬。他在请柬上写着具体的经纬度和时间，邀请未来的时间旅行者回来参加。结果大家应该都猜到了，那天晚上，霍金孤零零地坐着，没有一个人来。这虽然是一个幽默的轶事，但它暗示了一个严肃的结论：即使在未来，人类掌握了极其先进的科技，时间旅行可能依然是不被允许的。或者说，我们的宇宙太脆弱了，经不起因果律被篡改的折腾。时间之箭之所以如此坚硬，可能是为了维护宇宙存在的基本逻辑。当然，除了回到过去，还有一种时间旅行是可行的，那就是前往未来。但这并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瞬间跳跃，而是利用相对论的时间膨胀。如果你的速度接近光速，或者你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附近徘徊，你的时间流逝速度会比地球上慢得多。你在飞船里过了1年，回到地球可能已经过了100年，但这依然是一张单程票。你去了未来，就再也回不到属于你的那个现在了。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亲人老去、离世，看着熟悉的城市变成废墟或森林。这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残酷。既然时间只能向前，既然熵增不可逆转，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如果宇宙一直这样演化下去，最终会变成什么样？这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却又壮丽无比的终局。热寂 heat death。 当时间之箭射到尽头，当所有的恒星都燃尽了最后的燃料，变成白矮星、中子星，最后冷却成黑矮星，当所有的黑洞都吞噬了周围的一切，然后因为霍金辐射而缓慢蒸发殆尽，当质子都开始衰变，物质结构彻底瓦解，到了那个时候，宇宙中将没有任何温差，没有任何能量的流动，到处都是一样的寒冷，一样的黑暗，一样的虚无。熵达到了最大值，混乱度达到了顶点，再也没有任何事件发生，再也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因为在一个永恒不变的死寂世界里，时间本身也失去了意义，那将是时间的葬礼，是宇宙最后的长眠。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压抑，甚至感到一种虚无主义的恐惧。如果一切终将归于虚无，如果那个精致的陶瓷杯终究会变成尘埃，如果我们建立的文明、写下的诗篇、创造的科技最终都会在热寂中消散，那么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还有意义吗？我想答案恰恰藏在这个残酷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时间不可逆，正是因为现在稍纵即逝，正是因为那个杯子碎了就再也回不来，每一秒钟才显得如此珍贵。日本文化里有一个词叫物哀，台湾人也常说一期一会，这其实是对熵增定律最文艺的解读。因为知道樱花会落，所以盛开时才那么动人；因为知道相聚终有别离，所以此刻的拥抱才那么温暖。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如果错误可以无限次重来，如果生命是永恒的，那么每一个瞬间就会变得廉价。你会觉得没关系，反正还能回头。你会不再珍惜眼前的人，不再努力去创造什么。是死亡赋予了生命意义，是流逝赋予了时间价值。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宏大宇宙中，在那漫长的从低熵向高熵滑落的旅程中，偶然闪现的一点火花。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宇宙走向热寂的命运，
虽然我们无法把碎掉的杯子完美复原，但我们拥有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局部有序的特权。我们可以写一首诗，把杂乱的文字排列成动人的韵律。我们可以煮一杯好茶，把水分子和茶叶精华调和成完美的香气。我们可以爱一个人，在茫茫人海中建立一段深刻的连接。这些都是我们在对抗熵增、对抗遗忘、对抗虚无时所展现出的勇气的证明。所以，当下次你不小心打碎了一个杯子，看着满地的碎片时，不要只感到懊恼，请把它看作是宇宙给你的一次现场教学。它在提醒你，时间之箭正在穿心而过，历史不可逆转。然后，请你弯下腰，小心地清理碎片。也许你可以用日本的精细工艺，用金漆把碎片重新粘合起来。虽然它不再是原来那个完美的杯子，但那道金色的裂痕会成为它独一无二的历史，成为它曾存在过、曾破碎过，又曾被你温柔修补过的证明。这就是时间之箭留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无法回头，但我们可以带着伤痕，把接下来的路走得更加精彩，更加无悔。在这个注定走向混乱的宇宙里，让我们珍惜每一刻的有序，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因为这就是我们能拥有的全部。